好，全球除了在关注中东的最新战事之外，也在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川普的全球关税啊。因为根据美国财长贝森的最新的表示，他说川普对外宣布要推动的这个15%全球性的关税，很可能在新的一周这个礼拜要开始实施。而且贝森还补充说呢，这项措施将会依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来进行实施。那根据这个条文寄出的关税呢，只能够维持150天。150天期满之后，除非美国国会到时候再通过，就可以再延长啊。那根据《金融时报》跟彭博资讯的报道，川普政府也正在考虑要求外国企业在购买辉达还有超微高阶 AI 晶片的时候，必须要先取得美国政府的批准。部分情况下，甚至还要承诺投资美国本土的 AI 基础措施，才让这些想买 AI 晶片的厂商能够如愿。好，现在我们都知道说，在根据 IEPA 那被最高法院大法官判定是违法违宪之后呢，那现在引用的就是122啊，就是1974年这个贸易法旧的法条，试图来为川普所推动的全球性的关税来续命啊。可是它只有150天，可是150天之后呢，会怎么发展？各国要怎么样去因应呢？委员觉得？我觉得川普现在最大问题是他很喜欢吹牛，而他牛都吹很大啊，吹完了以后就要想尽办法来圆一下。你看当时就讲说，我只要靠抽关税，就会成为我们的财政的最大的收入。对，然后呢，我就可以减税，有些人甚至可以免税，就这样子。那事实上根本做不到嘛，主要的税还是所得税嘛，没错，不可能用关税来取代呢。可是去年的12月，他就宣布了一件事，他讲就辉达，他辉达。因为当时有说 H200要卖给中国大陆嘛，那中国大陆这个他们的企业就联手定了大概200万颗，那川普政府就出来讲啊，川普本人讲，那你辉达你25%，你的收入的25%交给我，要抽趴，要抽，这个是很奇怪一件事，就是说我企业有企业的税嘛，相关的那种税我都交了，那你现在要额外给我拿要这个钱，你用什么名目呢？川普没有解释说要用什么名目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会想尽这个办法去让他增加他的这个收入，他好继续吹牛嘛。对。那你说他除了找高科技，他能够找什么？美国现在最成功的地位就是高科技嘛，军火其实也是高科技啊。其他的行业你说要赚钱，这是蛮难的。没错。所以他现在动脑筋动到高科技去，这个行业，然后想尽办法去抽他们的钱。我认为是非常可能啊，不过目前来讲还没有非常明晰他用什么方法，所以我们只能想的就是说，你要加强投资，他有讲啊，对不对？像台积电现在事实上就做这样的事情嘛，对不对？没错。他只是说的是你要卖东西给我，那回答是如果你要买我的东西，所以你要卖东西给我，那你要在我这个地方投资，对不对？那你要买我的东西，你拿钱来，我要抽税，对，我羊只要走过去，我就要把一根毛下来，就这个样子，这就是川普的个性，所以他会有很多的点子出来，但是可行不可行，那然后呢，这些大法官会不会让他这样做？这是另外一回事。对，美国现在就是一副恶霸的感觉哈，就是反正规则是由我定嘛，你要跟我买，是我要卖给你的，那你都必须要遵守我的买卖游戏规则。好，那当然这个找科技业变现，刚才委员特别提到了，对，因为高科技呢最有钱，所以呢找现金呢，当然就找高科技的产业哈。但是科技界的大佬们呢，也有他们的想法跟作为啊，因为最近看到在4号这一天呢，美国科技业的产业团体啊就致函给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对于五角大厦呢，最近把一家美国企业虽然没有点名啦，但是一般大家都认为是 Anthropic 这个列为供应链风险的企业表达关切之意。而且警告说，如果这么做的话呢，恐怕会对于产业跟国家安全生态系带来深远的冲击。刚刚提到的这个科技产业团体他们成员包括了 NVIDIA、Google、Anthropic， 还有微软、苹果跟亚马逊这些赫赫有名的科技巨头。而这封信呢，是由资讯科技产业委员会所撰写的。虽然刚刚讲说他们点到的是这一家高科技产业但没有讲说是哪一家。可是呢，一般外界都认为就是最近发生争议的 Anthropic 但是 Anthropic 这家人工智慧公司呢，上个礼拜五因为没有跟
国防部达成协议呢，就被贴上这个供应链风险的标签。所以呢，在致函给国会的这个信当中也说呢，对于因为采购争议而考虑动用供应链风险指定权限的相关报道，这个科技产业协会也深感忧虑。所以现在企业在做生意的同时，也很担心，动不动就搬出国安，动不动就牵涉到地缘政治风险啊。然后呢，就让政府可以决定加大他们参与的力度。企业自己本身也不愿意受到政府的控制嘛，所以怎么看美国科技业接下来跟川普政府在这中间之间的角力？这个是非常大一个难题了，就是说一个企业它如何在国家安全跟企业的技术创新自由之间要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个 Anthropic 它不是一个普通公司啊，各位，它现在目前是全世界第2大的独角兽公司，第1大是 OpenAI， 它目前的估值是5000亿美元。那 Anthropic 呢，它估值是3800亿美元，对，而且它的成长性比 OpenAI 还要好，所以这个千万不能小觑它。那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就是跟他谈判，要跟他签个合约，要求 Anthropic 你所有的系统要开放给我，无限制的使用在军工产业里。那这 Anthropic 他觉得说不行，这样会妨碍到我是一个跨国企业，我要跟全世界所有国家来做生意。如果我只跟你国防部做生意，我其他生意大概不用做，没错，因为其他国家跟我做生意的话，他所有的资料都很可能被你看到了，所以他就面临到这样问题。但是国防部把它宣布为它有供应链风险以后，对 Anthropic 是有很大的影响。第一呢，它股价如果它是上市的话，股价一定会受影响。第二，它不可能就不会跟美国政府或五角大厦签任何的合约了。就你被列为供应链风险，那我政府部门就不会跟你签约了。对，所以这对它的这个影响很大。第三个呢，就它的这个要跟其他国家或厂商在做生意的时候，也会面临人家的供应链风险的这个检验。所以这是对它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些 ITI 就是所谓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这个科技产业协会呢，所以大家才一起来帮它发声。就希望美国政府你来把它列为供应链风险的时候，你要考虑到我企业的一个自主啊。对，我好不容易创新到这样的，那你把我列为供应链风险的话，是不是对我以后创新会有所妨碍？所以站在Anthropic， 就是特别是如果是以这家公司来讲的话，那如果真的就是因此而不做国防部的生意，顶多就是在市场上面或者说在订单上面短缺而已。可是换一个角度讲说，那对于美国国防军工的科技的发展，不也是一种损失吗？对啊，这就是我刚刚讲，就你这样的把它列为供应链风险的话，是不是对它以后企业的一个创新发展，为美国国防部做更多贡献的受到影响？当然，国防部做这样的要求也有它的依据啊。它根据国防生产法还有 NDA 美国的国防授权法，它的确是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所以短期上来讲，国防部这样决定，它是站在赢家，它不会输。对，但是长期来讲，你是不是就妨碍到这家企业的自主创新呢？没错。所以我们看到有一部电影也是有在谈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些高科技的软体公司，它要不要授权给美国的这个情报单位还有这个高科技国防部来使用？因为有个界限，这的确是美国正在面临的一个考虑。对啊，国防军工的这个产业发展刚才委员也特别聊到，就是真的未来都是跟科技有关。那中间怎么样去拿捏那样的一个管制，或者是说开放的一个标准确实很难。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呢，这个人工智慧晶片的巨擘，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辉达 NVIDIA， 已经停止为中国大陆生产辉达第2先进的 H200晶片那这个报道中也指出呢，辉达最近调整了在台积电的产能配置，把原本用来生产H200晶片的资源转而投入了次世代的 Vera Rubin 的这个硬体。那辉达财务长呢，也在上礼拜的财报电话会议当中表示，虽然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少量 H200可以卖给中国大陆供中方的客户使用但是目前辉达仍然没有从当中产生任何的营收，也不知道未来是不是真的会允许让 H200销售到中国大陆。好，不管是辉达自己内部放的消息，还是《金融时报》依据可靠的消息做了报道现在 H200这个转折实在太多了，遇到了非常多的波折马老师你怎么看因为辉达不太可能会放掉中国大陆这一块非常大的市场吧？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 H200的确是非常复杂，就是从美国禁止到后来好像是有限度的开放，然后到中国大陆自己宣布就是海关不要让这个晶片进来除非有必要。但是其实2025年整个这个中国大陆对辉达其实它订了200万片的这个H200的晶片，但是实际上到货应该是没有，就是没有到货。但是这200万片到底有多少钱呢？一片是27000块美元，加起来是540亿美元。当然，这个对于辉达来讲是一大笔钱但是它因为政治的因素，可能一直就真的没有办法顺畅的卖。那我觉得对科技业来讲，可能每差1年一个世代就已经过去了。从过去 H100到 H200到现在的这个 B200到未来的这个 Robin， 它已经进到第4个世代里面，但是 H200是上个世代的东西。我觉得对它产业布局来讲，它没有办法在那边等政治上的变数，所以它一定会往下走。那下一个制程是这个 Robin， 就是这个 Vera Robin， 其实它的目标是把 CPU 跟 GPU 两者结合，变成一种超级能力的 AI 运算的这个核心所以我觉得辉达应该是往前走了。那这个往前走，事实上也让他在这个要求他的协力厂商上面做了这个生产线的配置啊。也就是说 ，H200这一条线看起来，也许对它是一个旧的东西，然后也许他期待是未来的其他产品的获利，他可能也不太再去回头去把这个产品再想办法销到中国大陆，因为变数实在太多。对啊，确实，这个科技产业就是世代的更迭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啊。那是不是要壮士断腕？就是说，可能设定一个停损点，可能也是现在辉达急需要面对的问题。当然，他们一定还是很希望是 H200有机会的话，也许在上半年就能够赶快进到中国大陆的市场。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来关注的是中国大陆的两会最新状况。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